觉得2号档才来完full boost哦，5600转5700就换档了。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 Chubby， 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 Test Drive 系列啦。在我身后面呢，这一辆是一个 Chery Tiggo 8 Pro。那在上个礼拜我就试驾了 Omoda 5，试驾了1个礼拜了之后呢，直接还掉，当天就跳上了这个 Tiggo 8 Pro， 然后再驾1个礼拜。昨天下雨，就地上有一点湿啦。怎么样的话，都是要试驾给你们看的。这辆车其实在当时它的 launching event 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得好拍什么 walk around 呢 ，Omoda 5就有放着一辆给我慢慢拍，这样就没有。这个视频呢就会比较多啦，讲一下它的这个驾驶感受。毕竟我的人呢是比较喜欢说驾驶感受，这个什么配备什么 Apple CarPlay Android 都有还是没有，对我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因为那些都是配置的问题嘛。可是好不好驾，这个才是重点，因为这辆车将会陪伴着我的日常生活用嘞。那我们去看看这辆车，但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我们说，我们去看 Tiggo 8 Pro。Let's go！ Tiggo 8 Pro 瑞虎8 Pro 哈，现在这车搞得好像是电话这样，还有 Pro Max 的哈。这样子有 Tiggo 7，有 Tiggo 8，还有 Tiggo 9。而 Tiggo 9的话，样子差不多像这样，它会更大辆，而且长得更加的帅气，更加的时尚的感觉。Tiggo 8 Pro 呢，在马来西亚的本地组装 CKD， 然后总共有2种颜色，一个是白，一个是这个我身前面的这个黑，然后160千左右的价格啊。直接竞争对手是 Proton X90， 这个还比 Proton X90 贵一个不到10千块吧，打的就是日系的 CX8 这个 Tiguan Allspace， 可是那个价钱呢还是 X90 是最便宜的啦。然后当我靠近那个车后面还会跳那个灯，有没有？那如果离开这辆车的话呢，它就会锁掉；去靠近这个车的话，它会做个解锁。它日行灯还会亮一下，还有它的那个 logo 呢会亮灯的。可是这个 logo 呢，在晚上驾车的时候呢，它是不会亮着灯的，除非就是当我靠近这辆车的时候哈，诶，看到吗？好像在欢迎我这样哎，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呢很强哦，2.0公升的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拥有256匹马力，还有390个牛顿米，所以后面这里写的390T 不是390个马力的意思，它是代表它的扭力。这辆车座位可以坐5+2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这个位置呢，它大概可以给一个140cm 左右的小孩子坐啦，成人坐在后面的话可能会敲到头一点点，可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椅子放下来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做什么？传统的5人座的车。问题就是前面的座椅呢，就是要放得低一点点，后面的椅子才能躺下来。可是它不是在于完全躺平的一个状态，而是还有一点点的鼓起来，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后面这里就是有一些自备架，厉害的一点就是它后面这里还有冷气出风口，还可以调整它的风速给这里的最后一排乘客。左边这里也是有一个出风口，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power socket 在这边。
掀开这个板了之后，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cover， 拿上来的话，你可以装在这边，然后你可以拉着盖着作为隐私啦。这个就是一些工具啊。至于备胎方面，它是有给的啦，可是是在车底下面。双出的排气管，这是真的哈，很 sport 的一个排气管，电动尾门哈。那至于电动尾门的高低呢，就是像我上一期的视频，Omoda 5P 一样的，它是在里面的主机来控制它的高低。这辆车的轴距呢，长是4722mm，宽度为1860mm，高度为1705mm。轮圈方面呢，它是用这一个19寸的，尺寸为235/50R19，用在这个 Cooper Tires， 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后面还有刹车卡钳，还有刹车碟的，比 Omoda 5呢来的更大个的。为什么？因为它这车本来就是比较重嘛。前面呢，这里大概也是一个拳头的高度，235/50R19寸的一个 Cooper Tires 轮胎，前面有双活塞的刹车卡钳啊。这个车估计应该有1700多公斤啦，可是我在 Wikipedia 是找不到的。这辆车有一个无钥匙进入，还有一个无钥匙启动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远程控制的 Remote Start 啦，所以只要我长按不需要解锁，长按这个按钮久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 start 车的。可是它的远程是很远的，就是可能我站在对面那边，它也是可以 start 得到的。这个它厉害的一点，跟我Omoda 5P一样，只要它打着引擎之后，它就会开着它日行灯啊。现在是处于一个没有解锁的一个状态。当你靠近它之后呢，side mirror会自动打开，差不多再靠近它的话，它就会解锁。你看，它会 Welcome。椅子会微微的退后，不需要200多千，你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内饰，还有这样的材质，这些都是皮革，可以摸到都是皮革哈。除了下面这里是 plastic 啦，有3组的记忆座椅，所以摸起来这些地方都蛮有质感。因为我是从 Omoda 5直接跳到这辆车，就整个变得很不一样的感觉哦。尤其是这一张座椅呢，就是让我觉得最吸引的。第一个就是软，真的是比 Omoda 5更软，而且第二就是它的包覆性真的是比较好的。我这样子随便捏一捏的话，都是软的，看到吗？然后呢，这个椅子有电动座椅，还可以调节它的这个背部支撑，上下左右都可以。风景式踏板，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陡坡缓降功能，还有尾箱打开。电子挡挂的好处就是呢，中控可以做的比较高，下面就有一个洞咯，可以有一个12伏电瓦啦，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储物空间，我相信可以放一个这么大的包包嘛。只要你远程控制之后呢，一上车啊，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吗 ？Tap on the pedals, brake pedals。你看我的椅子就会微微往前面推，它回去我刚刚原本的位置。那这里有3组记忆座椅，上车可以直接按，它就会回到去你的这个位置了。要怎么调这个记忆座椅呢？就是当你调好你的镜子啊、座椅的位置之后呢，你只要长按这个 M， 再按这个1还是2还是3。长按就可以了，但是要停下车的状态哦，开着车是不能调的。而且我发现到，当我驾着车，我想要调回我的位置的话，长按是不能的，一定要停下来。那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那我的作风就是比较厚比较低。这2个荧幕呢，都是比 Omoda 5更加大很多，2个加起来有24.6寸。冷气的方面，这里都是一些 touch 的功能的啦，这个风速，这它的温度啊，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主机。OK， 只有这样的界面呢，就是在它的 menu 这边而已啦。那你上面拉下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冷气控制，不管你在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时候，只要上面拉下来就很方便，就可以进入了的。然后它还有座椅通风、加热还有加冷。这里还有一个 rear， 就是打开后面的冷气出风口，这里都是皮革材质，还有缝线。这个就是像木的 plastic 来的啦，盖子你把它打开之后呢，这有一个无线充电，还有 Type C 的快充，还有 USB 是给 Apple CarPlay。我这次就选择用我的 Samsung 来连接这个 Android Auto。我觉得 Android Auto 也是有它的特点好处，我现在还知道的，可以玩一些游戏啦，可以分屏啦，这里2个置备架可以拿来放手机啦。OK。然后这里有一个电子挡挂，当你踩刹车了之后呢，你往前面掰，跟 Omoda 5的操作是一样的。现在是处于 D 的状态，可是 Omoda 5呢，当我切换到 D 了之后，它会自动解除手刹。可是这辆车就没有，我在它的这里 setting 啊是完全没有找到的。那 Omoda 5当我切换到P 了之后呢，就会自动上锁这个手刹，可是这辆车是没有的。还是一样的，当你切换到 D 了之后呢，用到这个手动模式呢，它是要长按这里旁边有一个 button， 长按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M1， 你上下来切换它的档位，比较麻烦一点点。当你驾车的时候，你还要按1秒钟。OK， 还有这个还是 Like AVM， 就是打开它的360度全景的摄像，很清楚。这个我是很满意啊，这几天用到下来，快速打开它的 Map。可是用 Turbo Dock 在导航，你如果想要在这个荧幕上看是可以的。那时候我在 Omoda 5好像找不到这个功能呢。当我切换到这里的时候，我往下面一摆，它就会打开那个 Map。
会同步啊。可是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就是没有这个可以同步的功能。那这些都是一些车的设置啦，比如说车里、车外，或者是一些 Smart Driving， 远远的比 Model 5来的更加多功能可以做调整的。那就是有分为 Vehicle Setting 还有 Local Setting， 这里还有气氛灯哈。我们再来说到这一个驾驶的荧幕这里呢，它其实可以切换一些它的风格、它的 Themes。Model 5呢是不可以在这里调整的，只可以在这里长期按。可是，在 Tiggo 8 Pro 这里呢，它就可以在这边调 Themes。它总共有3个哈，原装的是 Streamer， 所以就看起来很像电动车这样。我又没有很喜欢哦，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转速表的人。你给我数字的话，我觉得少了那一种感觉。OK，Fashion 就是颜色是紫色，跟我们的5一样的。最后一个是叫做 Classic， 它就会带那个传统的转速表还有时速表出来。可是这个会比我们的5来的更好看，因为它的荧幕更加大嘛，所以它的表大了之后呢，它做的设计啊会更加的好看。Trip A 就是说，当我在打造引擎之后，它开始算那个里程我走了多少公里，还有我的油耗是多少，所以它现在是0的啦，我还没有驾车嘛。然后 Trip B 的方面呢，每一次添了油之后，我会做个 reset。可是这个265其实不准确，我刚刚去添了一点油，因为我要上山嘛。Instant Fuel Consumption， 这个就是它的胎压侦测器啊，还有这个指南针，就是这样啦。自动头灯，我打开它的头灯先，还有就是自动雨刷，这里就是打开 Headlight。这扶手箱真的很大，我们的5更加的深，这个也算 OK 啦。里面还有一个盖，打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冷气就会往里面喷，所以里面是冷的哈。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Hello Cherry。Open Sunshade。OK。哇，这个超大的全景天窗，我很喜欢在没有这么晒的时候打开，因为看了比较高级的感觉，而且看了很爽哦，给它看到天空，真的是非常大哈，没有到好咸哦，也没有什么好出奇的哈，但是我就喜欢这个了哈。哇，这个是可以放你的眼睛，这里打开灯，这里一键的话呢，就是可以打开所有灯。哇，这个像钻石的司机哦，很好看，有没有？ OK， 那我们就去看别的地方了。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哦。试过，当我锁车了之后，那个窗没有关的话，它会自动帮我关回来了。在我锁车的时候，打开一下引擎盖。只要我的手不在里面，它就会响一个3声小声，3声大声，这个很尴尬一下。有时候下车，只有在 右手边这里呢，它只有一个快捷键，把它拉一拉，你就可以往后面坐了的。可是我今天就不示范了的啦，腿部空间那些是还 OK 的。可以调整前后，真的是很软哦。我可以讲哦，这份里面我给一个8分哦，真的是很舒服。椅垫的长度还 OK 啊，不算短啦。好像这边有一个圈圈哦，是会亮灯的。原来呢，就是后面如果有摩托车或者车在经过的话，它会提示一点灯，可能还要让后座的乘客啊就知道不要马上开门，它有车来。OK， 那这里就是有一个中央扶手，还有置杯架，高度你看至少会停在这里。 左右手对称，舒服啊！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真的很满意哦，很喜欢。Boss Switch 可以调着前面的，窗是开不完的哦。这里有一个 Light Bar 哦，晚上当我靠近这辆车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动画。这里Tiggo的字眼，然后这边好像一个鸟在飞翔的感觉哈、哦。忘记跟你们提一点哦。 这个头枕呢，其实是可以调整它的那个角度的，所以啊，你整个头放下去很舒服啊。包括驾驶员的座位后面的椅子都是可以。在这个气氛灯的话，你就觉得它用料都不一样了。这辆车的 signal 灯会比较小一点，可是很亮，也是有序列式的灯，还有一个 projector headlamp。哇，原来它的引擎盖要拉2下，像 BMW 的哦，然后就不用在这边用手掰了哦，原来是拉2下，跟我Model不一样。2.0公升的涡轮增压10列4缸的引擎，它拥有着256匹马力、390个牛顿米的扭力，配套的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那还有3种驾驶模式啦 ，Eco、Normal 还有 Sport。 也许我的年龄比较老了一点啊，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成熟稳重的样子。我Model 5对我来说比较浮夸了一点，很多年轻人会比较喜欢，我就比较喜欢这款了，不知道什么。整体来讲，它的驾驶感受啊、样子啊，那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毕竟还是一个160千的车 ，brother。这个车驾驶模式呢，不是按的哈，它是转的。 所以我Model 跳上来之后呢，就有点不习惯。我Model 5有一个音量转钮哦，转上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它这个音量是这样子调的。所以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 Driving Mode。 驾驶模式的话，它有 Eco， 还有 Normal， 还有 Sport， 是这样子转。我现在 try 一下 Eco Mode 啦，这里就有一些按键啦，防滑系统的关闭，
然后就是 Auto Start Stop， 但是 Auto Start Stop 好就是当我关了之后，它会永远记得我都是关了，所以它不会每次上车我要再按多一次了。Lane Keep Assist 啦，还有 Parking Sensor 就是这样子而已啦。那它的 Auto Hold 功能就是要当我系上安全带之后呀，那它才会 Auto Hold Activated， 踩刹车，踩一点油门，它就会松开这个手刹功能哈。OK， 那坐进来这里的第一点，因为我是从一个 Omoda 5跳上来这辆车的，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大分别，尤其是在它的座包上面，还有它驾驶感受的。连 Chery 的负责人当交车给我的时候呢，她是一位女人呐、OK， 连女人都会说，那你驾了 Tiggo 8 Pro， 你再回去驾 Omoda 5的话呢，你会觉得 Omoda 5驾驶不怎么样，这个才好驾。对了，这个是真的是认同，因为当时我在它的 launching event 的时候呢，虽然是短暂试驾，当时我都短暂试驾的时候，我都讲这辆车好驾的，因为第一点它的这个悬吊不会过软，Omoda 5真的是太软了，适合城市驾驶，但是某个情况的时候呢，你的悬吊太过软了，你会导致成呢，就是像我们这种习惯了比较硬派的车的时候呢，就会有点晕车咯，因为它是左右晃动嘛，我很不喜欢这一点的。可是某个情况来讲呢，老人家会比较喜欢，因为比较舒服啦。OK， 那个悬吊上面，这辆车的话就比较少许的硬邦邦一点，可是它不会太过让你不舒服那一种。这个有助于我们的操控啦，它不会整个侧倾到很严重，然后加上它的这个在高速的时候呢，你不会像 Omoda 这样直直去的，不会感觉到跳动，这个会有，因为毕竟还是一个19寸的轮圈，还有比较硬的这个底盘设置啦。然后这辆车的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一个毛地领啊。终于这辆车是给毛地领了的，这么大辆车如果再给 torsion beam 的话，会给人家骂死哦，真的。它的整个油门的踩踏的反应跟 Omoda 5又有不一样了的，因为 Omoda 5呢，在马来西亚它是没有卖 DCT 的，它是卖着 CVT 的无段变速箱，所以呢，每一次你一上车呢，一踩的话呢，它就会有那个 RPM 的起伏啊，它给你一个假象，像走大一样。就特意的把那个转速提高一点，让你被告了之后呢，它再跌下来。所以每一次踩大油啊，就上一下又下，上一下又下了。这辆车就不同哦，这是 2.0 Turbo，而且配载了 7-speed DCT， 所以它的起步方面呢，就是要像普通的 DCT 的车一样，松开刹车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往前面推了之后，你就开始踩一点油，它就好像有人在放 clutch 的感觉，你慢慢的停下来，这个刹车。怎么讲都会比较够用的感觉，比较有信心。你看你起步的时候呢，就是1号档的时候，它会1号接2号，有时候你踩大油的情况下，它会有一点感觉到在换挡的感觉。2档、3档以上呢就不会有啦啊，很顺的一个变速箱。毕竟它的竞争对手呢，我不要讲得太明显了，就是 P 品牌就好了哈。P 品牌呢，我有驾过它的50、70啊，90还没有拿到车啦。所以呢，它的变速箱也是 7-speed DCT， 可是呢，不用讲哈，我都已经开始感觉得到它那个换挡的逻辑，它的感觉就很不像 DCT 咯，感觉像 AT， 而且它的降档的反应呢就是比较慢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驾到这个时速可能70的时候呢，我需要做超车，我要把一脚油门踩下去呢，你还要等它那个我的变速箱降档了，turbo开了。要等一个1-2秒才可能做反应啊。可是在这个 Tiggo 8 Pro 的上面，就是我想超车就超车，我这样子踩下去，对的，它会有1秒钟的这个涡轮迟缓的感觉。可是呢，一踩就是它的 turbo 跟它的变速箱一起运作，然后就给你动力了。不像另外一方就是等变速箱先降档，然后 turbo 才来，就慢了一点咯。Eco 跟 Normal 没有太大分别，就是可能在油门踩踏上面呢，就 Eco 呢要踩得很深才会有。Normal 也是其实蛮好开的，我觉得日常生活我们这样子驾没有塞车的情况下 ，Normal 会比较好驾。Eco 呢就是塞车的时候用咯。其实怎么会有这个滴滴的声音，我不明白。自动跟车系统呢，就是你可以打开这边，它这里的这个按钮啊，有一点跟我的5不一样，你知道吗 ？OK， ACC on。我就 set， 可以 set 在一个90 km/h， 可是它就没有自动帮你摆动这个方向盘哦，它也没有，它说有 Lane Keep Assist 啦，可是它好像不要帮我摆正这样子啊，没关系，不用紧，我自己来摆。可是呢，就是它跟车的话呢，都会比 Omoda 5来的更加的舒服，因为我看到 bumper 下面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应该是雷达侦测来的，这不是完全是靠那个
camera，所以它的整个精准度呢，跟它舒适度都会完完全全来得更好。可是就会有那个 Lane Assist 啊，好像他不太习惯马来西亚的那个路况一样，他有时候找到，有时候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滴滴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明白哦。有时候按一下这边会出来的哦。关掉一下。奇怪，这辆车的油耗方面呢就没有的好讲啦。你要马儿跑得快，你一定要为它吃多一点草，就是这样子的道理。那这辆车的256匹马力啊，你问我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动力？其实是感觉到 on wheel 啦，大概有220左右啦，是的确差不多啦。因为当这个车厂制造出来讲256匹。都是 on engine on paper。如果你拉到马力机上面的话呢，未必会得到这一个动力数据的。没有多少个厂家会做到这么有良心，是跟着 on wheel 来做数据哈。那这辆车呢，我拿到有平均油耗呢7.6 km/L， 为啥呢？因为这辆车我在半夜的时候呢，就在 LDB 那边去试车，把它拉得快。基本上都是全油门下这样子，然后呢就拿到那个数据好了。不然的话，我平常都是在8点多 km/L， 大概9这样。是蛮耗油的，对于一个这么大辆来车，2.0公升，然后又1.7吨左右的车，是真的耗油。可是它给到你随传随到的动力的话，我都是满足了的啊。那这辆车打满的话，大概是100块左右，不到50个litre。油缸对我来讲是偏小，因为那时候我拿车的时候是0 km 的 range 的，你知道吗？油桶是要给送了的。然后我去添油咯，然后我行驶了大概320公里左右的这个里程啊。而且你要知道，我是偶尔会重脚一下的人哈，好像这样子，58%油门下去。哦，这个刹车，它不像 Omoda 5一样啊，要踩的大概58%，它车才会有制动的感觉。这辆车是很线性的，像我们普通车一样这样子踩而已，而且很舒服哦。这个 ACC 跟车呢，其实是可以 stop and go 的啦。可是呢，就有一个声音不是很好听，就是当它慢下来的时候，它的刹车声音好像用 ABS 来刹的哦，还有一个咳很小声的声音，还完全停下来的状态哈。然后当它要启动的时候，还叫你踩油。然后这辆车 DCT 呢，它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点，也是可能有些人不喜欢的一点。塞车的时候呢，如果不要再用 ACC 的状态，它可能在2档还是1档，没有在换挡的时候呢，它会好像你知道那种美诺车的感觉嘛，放完那个离合器。它锁在那一条牙，所以就是你的油门如果一放得太快的话，这辆车就这样子，会拉着你的感觉。有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我喜欢，因为我不用什么踩刹车，就是用 engine brake 慢慢的慢下来了。所以你可能在我后面的时候呢，也看到怎么这个 Adrian 好像没有踩刹车这样的，怎么它会慢慢下来了？然后就是给它慢慢这样子滑，好上了2档，然后我松开油门了之后呢，你看它会慢慢的有那种 engine brake。我就不用去踩刹车了的，就给它慢慢这样子去而已啦。最主要是驾的习惯啦，如果你驾不习惯那种油门一直踩放的人哦，是很难去把这辆车驾得很顺。这儿可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啦。OK， 我们来试一下它降档啊，我很喜欢的。现在是6档，看到吗？那个。可是它的 RPM meter 呢是慢过它的这个实际状态的，它实际状态是有 rev measure， 有降档补油。OK， 我现在降到2档，听到吗？我要降到1档，是很顺的，听到吗？哇，这个就是叫 DCT 了啦，这个才是有 DCT 该有的嘛，对不对？踩完。感觉到2号档才来完full boost哦，5600转5700就换挡了。哦，看随便那个尾力来，随便跟你上180没问题的这辆车。这辆车扣了 ，OK，
是我第一次上到这个速度，真的，我这几天试车下来，我没有上到这个。哇，这辆车可以上200耶！哇，同等级的 P 品牌，你想要追我真的是很难。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车款，讲真的，我很多在马路上啊，他们不知道我是2.0的波，你知道吗？就好像不让我啊，然后一让了我之后，就掉我的后面哦。好咯，我就给他一点 color CC 咯，对不对？踩下去追不到我那种。如果是切换到 Sport 的时候呢，它就会吃一点换挡的话，它的油门的反应是比较强一点的。哇，这辆车在 Kara Highway 完全就是 King 哦！看这种 Highway 的时候，摆3过这个弯。Multi-link 就是 Multi-link， 对，它的车有一点重，所以过弯的时候呢，侧倾会有。还好它的避震器支撑性很好，所以它不会过于太多热，这个侧倾让你觉得好像要翻车这样子。At least 啊，你驾这个车，它是一个 SUV 的感觉，这样驾车你知道吗？它不像你驾 SD 马啦那种，好像是驾 van 这样，这种才是我喜欢驾的车。我的这个印象很陌生啊。直到我驾了 Omoda 5之后呢，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再驾回这辆车，又根本是2个，一个天一个地的这个性格，不是一样的车的感觉，不是一个家族的感觉。可是你要打得起这种油啦，如果你一直踩，你看啊，我一直踩的话，那个油耗就是5.9 km/L 了 ，bro。58%油门。试一下过这个弯，120，感觉到车很重啊，尤其在尾巴那边。怎么他会跟我讲话的？这不是 Google Map 讲话嘞，应该是他的 Map 吧？我觉得是啦 ，Turbo Dog 9。我就很不喜欢他一直帮我升档哦，还是用 Manual 还爽一点。一进了Manual就是不同的感觉哦嘞bro。DCT 的整个性格展现出来哦。看我降档。看到了吧，Inilah DCT。OK， 我跟你说，一个车好驾，我真的是讲它好驾，还会让我抓到我的心啊！这个车真的是抓到我的心，因为我觉得一辆车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用，我们驾的是我们，对于一个好驾的车，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哈，下个影片冲上云霄了，再见了各位哈，记得留守我的频道。我们冲上云霄了，解开安全带了之后呢，它就会有那个自动手刹会上锁 ，OK。对了，这里有那个导风线进来是给那个轮胎还有刹车的，现在很多车都是做这样的设计啊。手大 Vios 也有嘞。这一次的 Tigo 8 Pro 呢就到这儿哈。冲上云霄，再见。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